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惩罚历史与多巴胺机制。该研究来自林等人于2026年发表的论文，他探讨惩罚历史如何通过多巴胺机制损害奖赏学习。他们发现冲突的价值信号会打破探索与利用的平衡，个体为验证惩罚风险过度探索，导致奖赏学习下降。被内侧前额叶皮层与多巴胺第二和第三受体是其核心机制。该成果对认知神经科学和精准精神医学有重要启示。该研究从行为与神经两个层面提供了证据，接下来将逐步解析这些发现及其内涵。现实生活中的决策很少是纯粹的趋利或避害，在单一强化环境中，大脑能轻松应对奖赏或惩罚。冲突价值环境下，同一选择既关联奖赏又关联惩罚，例如阴天骑车，既可能省时又可能淋雨，形成两难。大脑需要在这种矛盾中分配决策权重。本研究旨在解构冲突下强化学习系统的权衡机制。当奖赏与惩罚信号碰撞时，学习系统可能面临崩溃风险。理解这一过程，对揭示人类非理性决策至关重要。实验设计了奖赏学习和惩罚学习两项任务，每项任务包含两个抽象符号选项。奖赏任务中两选项概率分别为 68.8% 和 25.0%。惩罚任务中两选项概率则为 25.0% 和 68.8%。一个双面间谍符号同时出现在两项任务中，它在奖赏任务中代表低奖赏的次优选项，在惩罚任务中则变成低惩罚的较优选项。实验2通过调换概率排除了相对价值上下文的干扰。价值信号冲突时，大脑可能遵循3种对立假设。无偏好假设认为奖赏与惩罚学习完全独立，两项任务的表现互不干扰，探索率持平。积极偏差假设预测奖赏历史占据主导地位，惩罚任务表现受损，个体未能最小化损失。损失厌恶假设预测惩罚历史主导决策权重，奖赏任务的探索率上升，正确率随之下降。这3种假设的差异将通过实验数据来检验。行为学数据明确支持了损失厌恶的假设。奖赏学习里待惩罚历史选项正确率显著下降，P 小于 0.001， 这表明惩罚历史严重破坏了奖赏学习表现。惩罚学习里待奖赏历史选项正确率无差异， P 大于 0.999， 可见惩罚规避行为未受奖赏历史干扰。干扰是单向的惩罚记忆会入侵当前奖赏追求，但奖赏记忆完全无法撼动惩罚规避行为。价值信号的碰撞呈现非常明显的不对称性。最优计算模型排除了单纯的上下文效应。模型6的拟合优度最好，且 WAIC 仅190。它的核心是一个历史惩罚干扰参数 S， 这个参数在决策阶段强制注入当前选择权重。关键发现其实是大脑并未算错期望价值，而是在最终执行选择时被惩罚信号扭曲。惩罚历史单向干扰奖赏学习的原因正在于此。模型排除了上下文效应的干扰，锁定干扰节点。行为学证据表明准确率下降并非简单犯错，而是主动探索。这是为了验证潜在惩罚风险而主动改变的认知策略。散点图显示探索率增加与正确率下降呈正相关，相关系数 0.405 且显著性 P 值 0.013。惩罚历史破坏了探索利用的平衡机制，个体为验证风险主动放弃了当前的最优奖赏，转而选择次优选项，这本质是风险探索。因此表象的准确率下降实为主动的探索行为。被内侧前额叶皮层被识别为关键指挥枢纽。大脑功能成像显示，被内侧前额叶在冲突任务中强烈激活，同时腹侧纹状体的奖赏编码却保持正常。散点图显示 DMPFC 活性与正确率下降呈正相关，统计检验 P 值为 0.008， 证实显著关联。激活越强烈，牺牲奖赏进行探索的冲动就越大，这种探索冲动直接导致了行为表现的下降。DMPFC 是条配价值冲突的物理指挥部。实验3改变惩罚金额，检验干扰的计量效应。金额梯度为新台币1元、5元、25元，正确率下降幅度随金额增大而显著上升。统计检验显示 P 值 0.036， 支持趋势探索率激增，也呈现相同的计量依赖模式。这说明干扰并非2元开关，而是模拟表盘。潜在损失越痛，大脑越愿意牺牲奖赏进行探索。这一行为经济学推论揭示动态放大机制。损失厌恶系数 lambda 衡量对损失与收益的敏感度。
公式为负贝塔损失除以贝塔收益。本研究的受试者平均 lambda 为 1.85， 散点图显示 lambda 与探索率增加正相关， p 值为 0.025， 具有统计显著性。这表明个体天生损失厌恶特质驱动探索，越怕输的人面临冲突时探索越凶。算法层干扰参数 S 根源及此心理特质。研究者通过实验4设计来验证一个关键核心问题：如果多巴胺确实调控惩罚历史驱动的探索行为呢？那么阻断它能否消除惩罚历史的干扰？受试者被随机分入安慰剂组或实验组。实验组服用高选择性多巴胺第2和第3受体拮抗剂，氨黄比例可显著降低中枢多巴胺活性。悬念在于它会不会让人彻底失去学习能力，还是能奇迹般治愈惩罚历史干扰的奖赏学习。多巴胺阻断组完全抹平高额惩罚干扰效应，安慰剂组重现了探索激增与准确下降的模式。高额惩罚下两组差异消失， p 值无显著。实验组基础学习能力保持完好，未受损害，精准关闭了由高额惩罚触发非理性探索开关，大脑重新聚焦奖赏获取，不受历史惩罚。干扰药理学证实多巴胺第2和第3信号是干扰必须，这一发现为调节冲突决策提供精准分子靶点。这张诊断矩阵系统对比了3种不同学习状态：无冲突奖赏学习、利用为主惩罚学习、探索为主。冲突型奖赏学习则被迫转向被动激增的探索，核心驱动力也从收益最大化转为损失厌恶主导。神经层面冲突激活被内侧前额叶、非腹侧纹状体，多巴胺信号在冲突中强烈依赖第2和第3受体调控。这一多维对比揭示了大脑应对冲突的独特机制，它为理解非理性决策提供了清晰的诊断框架。研究者构建了一个5层统一机制模型，该模型从行为表象延伸到分子层面。最底层是多巴胺第2和第3信号系统，神经层指向 DMPFC 的过度激活，算法层包含选择阶段的惩罚干扰参数，心理层由损失厌恶特质驱动，行为层表现为牺牲奖赏与过度探索。每一层都用独立方法验证，形成完整因果链。本研究为精神分裂症负性症状提供新解释，其根源是多巴胺失调导致探索利用平衡崩溃，大脑因此无法有效过滤历史干扰信号。成瘾赌博障碍中，多巴胺回路异常放大探索倾向。第2和第3阻断剂为临床干预提供了精准分子靶点，对人工智能与强化学习也有深刻启示。应设计更优雅的损失规避算法，避免低效探索。揭开多巴胺在冲突价值中的调节密码是关键。本研究重塑了非理性决策，并指明精准医学通路。